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分析师每天到底在做什么？他们不是在猜股票，他们其实是在跑一套固定的分析框架，基本面怎么拆，风险怎么评估，什么情况进场，什么情况退出。散户大多数时候就是看新闻，看感觉，问朋友。而今天这支影片，我要把10个华尔街机构级的分析框架直接变成可以复制贴上的 AI prompt。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彭博终端机这种专业法人情报系统，而是因为你现在有 Claude 以及这10组券商级提示词，每一个都模仿一间顶尖机构的分析视角。高盛怎么看基本面？摩根士丹利怎么做技术分析？桥水怎么先看风险 ？Two Sigma 怎么看宏观市场？为什么在 AI 时代，问法其实比工具更重要？因为同样一个 AI， 你问这只股票好不好，跟你问帮我做高盛风格基本面分析，输出差了10倍。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你有没有付费订阅，而是你懂不懂框架。而今天这10组提示词，每一个都是顶尖机构的分析框架，你贴进去，出来的就是法人级别的研究报告。我们先快速过一遍全部10个，让你知道每个能解决什么问题。首先，只要确认好投资标的、期限、风险承受能等基本概况，这些对于让 AI 分析出干货满满的深度拆解极为关键。第一个，高盛基本面分析筛选器，你想知道这家公司到底值不值得研究，就用这个。第二个，摩根士丹利技术分析仪表板，你在找进出点、支撑压力、趋势讯号，这个直接帮你输出交易计划。第三个，桥水风险评估备忘录，买之前先看怎么输 Ray Dalio 的逻辑，先控风险，再谈获利。第四个，摩根大通财报分析器，财报前后都能用，它会告诉你市场真正在看什么 KPI， 而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第五个，贝莱德股息收入分析器，领息族必备，它会帮你算10年现金流预测，还有一张股息安全评分卡。第六个，承保行业轮动策略师，你不用每天盯盘，这个告诉你现在大环境该进攻哪个板块，防守哪个板块。第七个，文艺复兴量化多因子选股，不靠新闻追高，用系统找股票，5个因子打分，前10名候选直接列出来。第八个，先锋 ETF 投资组合建构器，不想选股的人看这个，输入你的年龄、风险、目标，它给你一份投资政策声明。第九个，Darisha 期权策略架构师，想做下行保护，想收期权金，这个帮你设计有规则的策略，不是裸赌。第10个，Two Sigma 宏观市场展望，这是上位框架，看未来3到6个月什么在推动市场，让你的决策有脉络可依。好，这10组法人级报告提示词讲完了，接下来我要带你实际看4个 prompt 的成品。首先，我们来到 Claude，可以用 Google 账号登入，没有中文界面，但使用方式就跟用 ChatGPT 一样，非常简单。先从第一个开始，高盛基本面分析筛选器，我拿台积电 ADR 去跑。你看到的第一件事是顶部的评级摘要框，评级买入，目标价区间，3个核心观点，3个主要风险，结论先出来。往下，商业模式、收入结构、盈利能力全部拆开。台积电的纯晶圆代工模式，HPC 与 AI 占收入近60%，毛利率突破59%，全部条列清楚。最后还有看多案例对比看空案例，每边各5点。读完之后你知道所以应该怎么做，不是读了一堆数字还是没有方向。第二个是做摩根士丹利技术分析仪表板，一样是以台积电为例，你看顶部的交易计划摘要包括现价、多头整固牛旗形态，布林带收敛中，这不是我说的，这是 AI 按照摩根士丹利格式分析出来的。它给你2套策略，保守版是等突破某价格区间确认再进，积极版是在特定价格支撑回踩时介入，进场点、止损、第一目标、第二目标、风险报酬比全部写好，最后还有一条失效条件，什么情况代表你看错了，要立刻出场，有进场逻辑，有止损规则，这才叫做有纪律的交易。第3个成品，先锋 ETF 投资组合建构器，这个我输入的范例是33岁，目标现金流，5年期限，每月300美元。风险保守，你看它输出的是一份完整的投资政策声明，资产配置50%股票，35%债券，15%现金，有理由有逻辑。核心持仓是 VT 加 Bandwa， 卫星部位加了 Vim 强化现金流，0050保留台币资产。它还帮你算加权平均费用率只有 0.1%， 比主动基金便宜了10倍以上。最后给你页板购买清单，
照住买就好。这个 prompt 最适合不想选股，但又不知道怎么配置的人。你告诉他你是谁，他给你一套可以直接执行的计划。第4个成品 Two Sigma 宏观市场展望，这份是2026年第2季的版本。他先给你一页执行摘要，核心观点是软着陆基本情境维持，但美股估值过高，台股基本面相对更有吸引力。一句话让你知道现在站在哪里。往下，他从经济指标、Fed 政策、企业盈利、估值、地缘政治一路全部评估过。美国核心 PCE 还在 2.8 到 3%， 台湾 GDP 预测 4.3%， 台股 PEG 只有 0.9 倍，对比美股 2.1 倍。最后给你3个关键监控指标，这个月你只要盯着3件事就够了，不需要天天看财经新闻，你需要的是一个框架。这里必须提醒你，这些资讯仅用作范例，为的是让你知道如何善用这些提示词工具来生成法人机构等级的专业分析参考资料，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依据参考来源哦。最后再聊聊这10个 prompt 的好用法，它们不是独立的，你可以把它们串成一条研究流水线，先用高盛确认值不值得研究，再用桥水看你承受不承受得起，再用摩根士丹利决定怎么进出，财报季叠上摩根大通，领息策略叠上贝莱德，不想选股就跑先锋 ETF 版本。你会发现你不是在找答案，你是在建立一套可以重复使用的决策系统，这才是 AI 真正强大的地方，不是帮你省时间，而是帮你升级思考框架。10个 prompt 的网页连接在下面，直接复制贴上就能开始用。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喽，记得订阅、按赞、关注我，我们下次见。